魏无羡正看戏看得痛快，发现蓝湛的状况，赶紧把他拉得远了些。蓝湛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一感气到了？蓝湛摇摇头，不是，只是还不太习惯。他有点想要回家了。这时，姚小姐已经快步走来到，还不知蓝二少如今住在哪里，是酒店还是别的地方。既然来到我的地盘，那我们姚氏一定要好好招待才对。蓝湛冷声道，不必，我住在魏婴家。欧阳小姐张大了嘴，你们同居了？你们居然还没标记就同居了？蓝二少，你真的没什么问题吗？说完，欧阳小姐就闭上了嘴。魏无羡气得随手扔了她一块擦手的湿毛巾，乱说什么？欧阳小姐紧紧捂住自己的嘴，表示再也不胡言乱语了。姚小姐也惊讶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原来二位已经是这种关系了，或者魏先生你是还不想让别人知道？我们懂的，会保密的。魏无羡看他的眼神，觉得他还差才怪2个字没说，但心里不由担忧起来。蓝二少只是暂时住在我那而已，我们并不是情侣关系。如果姚小姐把蓝二少有了情人的事说出去，传得沸沸扬扬，那真正的蓝忘机岂不是会有麻烦？他们已经借用了别人的身份了，可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了。那样我们不说出去也可以，就是今天是我生日，想要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姚小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魏无羡立刻全身紧绷，进入备战状态。你想做什么？彩衣轩有一架古琴，听说蓝二少从小就苦练古琴，不知道在我的生日宴上能否有幸听到蓝二少的琴声。姚小姐指了指内间，笑得一派春风得意。蓝湛道，我若是不弹呢？姚小姐做了个很遗憾的表情，那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您和魏无羡的关系就要知道，魏先生如今在设计圈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，想必云深集团知道自家二少有了自己的 Omega， 自然会很高兴。难道魏先生不想借此进入蓝家吗？姚小姐的好友插话道，正好我家是开媒体公司的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这个消息立刻就会，又是威胁。你们有意思吗？难道凭借云深集团的实力，会担心小小的流言？分分钟就给你们把消息压下去，恐怕到时候你们连公司都开不成。魏无羡虽然嘴上这么说，可心却在颤抖。他知道现在流言发酵极快，而蓝湛又不是真的蓝二少，要是这件事真的传了出去，那蓝家还来不及反应，一定会给他们添很大的麻烦的。到时候说不定要求助江风眠才能把事情解决了。这并不是什么小事，魏无羡不想再麻烦他们了。可是蓝湛又怎么会弹古琴呢？姚小姐，你过分了。欧阳小姐不知道姚小姐为何胆大包天敢威胁他们，在她看来，魏无羡和云梦集团关系密切，又和蓝忘机是这种关系，完全可以不理睬姚小姐。但她心里虽然疑惑，还是站在了2人前面。你把蓝二少当成什么？你要他在这么多人面前弹琴？欧阳小姐看着原本为宴会配乐的那个乐队已经放下了乐器，停止演奏，仿佛就在等蓝二少的表演，心里更气了。姚小姐冷笑道，那不弹也可以啊，我又不是强制的。再说魏先生应该很愿意和蓝二少公开吧，毕竟凭你的身份要进入蓝家可不容易，要不要我帮你一把？魏无羡差点就要揍人了，刚上前一步就被拉住，转头一看，蓝二少，魏婴。蓝湛冷静地把他拉回来，我弹就是。魏无羡听他这么说，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把他拉到一边，急道，蓝湛，你别逞强，都交给我就好。你就算学过一点古琴，但你现在才6岁，一弹不就露馅了吗？蓝湛摇摇头，把手放在他腰上安抚他，仿佛他才是那个年长的人，没事的，我有分寸。魏无羡还是不放心，他觉得自己像个老妈子一样，只想好好护着蓝湛。不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让你弹的。你现在是云深集团的2公子，跟这个姓姚的女人又没有半点交情，凭什么让你弹琴？他们也配听你弹吗？我不同意。蓝湛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很感动，想到以前母亲以前关心他着急的时候，忍不住靠过去搂住他。魏婴，你想听什么？魏无羡突然被他抱住，顿时愣在那里。不远处的姚小姐和欧阳小姐也怔怔地看着他们。欧阳小姐露出一个欣慰笑容来，她心想江燕离一直担心魏无羡的状况，
现在若是知道他和兰家的二公子谈了恋爱，应该就会放心了吧。不过考虑到江燕离现在就要到预产期，不太适合接电话，欧阳小姐决定还是先瞒他一阵子。兰战，你干嘛抱我？魏无羡呼吸着他身上的檀香味，被高大俊美的 Alpha 完全包裹在怀里，心跳砰砰砰的一刻也不停。尤其是他还曾经临时标记过自己，更让魏无羡感觉腿都在发软。蓝湛抱了一会儿后，在他耳边轻声又问了一遍，声音又低又瓷：“魏婴，你想听什么？”魏无羡从他温暖的怀抱中出来，抬头看着他浅色的眸子：“你在问我吗？”蓝湛点了一下头：“我想弹给你听。”魏无羡自己也是学过笛子的，他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学笛子呢，我也不知道你会弹什么呀。不然你弹个小星星好了。”蓝湛的瞳孔缩了一下，小星星？是啊。魏无羡还把小星星的旋律哼了一遍，然后恶作剧地笑道：“难道你还要弹个生日歌祝姓瑶的生日快乐不成？你可是云深的蓝二少，给他弹个小星星已经够给他脸的了。至于你想给我弹的曲子吗？”魏无羡便脚亲了他一下：“回家单独给我弹呗。”蓝忘机郑重的点头：“好，他一定会好好练习，做一首好听的曲子送给魏无羡的。怎么样，商量好了吗？”姚小姐扬声问。魏无羡和蓝湛聊得好好的，被他打断，回头就是气冲冲的一句：“怎么，姚小姐这是在催我们吗？”姚小姐脸僵了僵，挤出笑容说：“我怎么敢呢？不过蓝二少爷的琴声，我们这次能够有幸听到，大家也非常期待呢。”他眼神落在了宴会厅里的某一个老人身上，隐晦地看了身边人一眼：“姚小姐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动一下手脚？”身边人议会。姚小姐想了一会儿，还是摇摇头：“不必，我就不信这个冒充的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古琴。我爸有个老朋友，这次碰巧也来了，他是古琴方面的大师，有他在，就算我们不懂，也能领这个冒牌货出丑。可万一这位真的是蓝二少，会弹古琴，那怎么办？”姚小姐眼中划过一丝狠戾：“我不信。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不信，我刚刚已经收到我爸的短信，他又托人去查过，蓝忘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不过金光瑶副总也在往这里赶，算是双管齐下。这次我一定要这两个敢欺骗我的人付出代价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姚小姐周围的人也纷纷放下心来。原本有人将信将疑，还想着怎么抱一下这位蓝二少的大腿，现在连看向两人的眼光都放肆了许多。不过哪怕知道他们是假的，该演的戏还得你们配合一下。姚小姐带着大家去向内厅放古琴的地方，转过身来回眸一笑。众人基本都是攀附姚家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，最喜欢做这种事，自然是满口答应。蓝湛，这琴怎么样？魏无羡看到蓝湛摸了摸那把琴，随手拨弄了一下，7根琴弦发出了悦耳的声音。